大家好，我是林想。这期视频你将从零开始，一步步学会如何实现这个惊艳的动态电流边框效果。学完本期视频，你将掌握分层设计思想，如何定义和使用一个复杂的 SVG 滤镜动画，以及如何将它们优雅的结合，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炫酷动画效果。让我们开始吧。我们的起始 HTML 结构非常简单，所有内容都包含在一个类名为 container 的 main 标签内，其核心是一个类名为 card 的 div 元素。来到 CSS 这里，让我们添加一些基础样式。首先，我们在 root 中定义一个 CSS 变量，用于控制我们边框的主题色，方便后续统一修改。接下来进行一个简单的 CSS 重置。为了方便演示，我们给 body 设置一个深色背景和浅色文字，并使用 grid 布局将内容居中。现在我们来设置卡片的基础样式和内容样式。我们给 card 元素设置一个基础的 font size， 后续卡片内部的尺寸如 padding 和 font size 都将使用 m 单位。这样做的好处是，未来我们想缩放整个组件时，只需要修改这一个基础字号即可。这里使用 flex 布局让文字内容垂直排列，并添加适当的间距，给它们设置对应的字号、粗细和行高。把底部的收件人对齐到右边。接下来美化一下中间的分割线。HR 元素自带的样式是通过 border 来实现的。我们先通过 border none 移除它默认的边框样式。因为元素是空的，我们给它一个默认的高度。然后将背景色设为 current color， 这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关键字，它代表元素自身计算后的 color 属性值。由于 color 属性是可继承的，这里 HR 元素的颜色就会自动与负极文本颜色保持一致。最后通过 opacity 降低它的不透明度。width 和 margin inline 让它居中且不占满整行。使用 mask image 配合线性渐变，创造出两端渐隐的柔和效果。基础样式完成后，让我们开始构建边框效果。首先给 card 元素添加一个静态的半透明边框和圆角，这里我们使用 OKLCH 颜色函数。这种方式的一个好处在于，它允许我们基于一个已有的颜色来创建新的颜色。这里我们保持亮度、色度和色相不变，仅将透明度设置为 0.5。我们还需要另一个边框结合 SVG 滤镜来实现电流动画。这里给 card 添加 position relative 作为后续边框的定位锚点，使用 after 伪元素来实现这个边框。我们将它绝对定位，并通过 inset -2 pixel 使其位置和尺寸正好覆盖在负元素的边框之上。inset 是 top、right、bottom 和 left 的简写，设置为-2像素是一个关键技巧，它使得伪元素的边框向外拓展了2像素，正好与负元素2像素的边框重叠。如果不这样做，伪元素的边框就会出现在负元素的边框内部。设置边框颜色和与负元素相同的圆角。我们让这个伪元素默认透明，只在鼠标悬浮到 card 上时才将 opacity 变为1。现在我们将这个伪元素与即将定义的 SVG 滤镜关联起来。这里的 turbulent displace 指向的就是 SVG 中 ID 相同的滤镜。现在让我们来定义这个滤镜。回到 HTML， 在 body 底部，我们把 SVG 的宽高都设为0，这样它就不会在页面上占据任何空间。所有滤镜的定义都放在 divs 标签内，表示它们仅供引用，不会直接渲染。现在开始定义滤镜。在 filter 标签上 ，ID 就是我们在 CSS 中引用的名称。Color Interpolation Filters 指定滤镜内的颜色计算在 sRGB 的颜色空间内进行。X、Y、Width、Height 共同定义了滤镜效果区域的大小。我们让它比应用滤镜的元素大 40%， 并向左上角偏移 20%。这为后续的扭曲效果提供了充足的空间，避免动画边缘被意外裁切。现在我们向滤镜中添加第一个也是最核心的基源 FE Turbulence， 它的作用是生成一张基于柏林噪声算法看起来自然随机的纹理图。Tab Turbulence 生成的纹理更加锐利，适合模拟电流、火焰等效果。Base Frequency 决定了噪声的频率，值越小纹理越大越稀疏，值越大纹理越小越密集。Number Octaves 决定了噪声的细节层次或复杂度，值越大细节越丰富，值越小噪声越简单。
Seed 是一个随机种子，只要 seed 不变，生成的噪声图就完全相同。Result 属性为这一步的输出命名，这里我们叫它 vertical noise， 方便后续的步骤引用。一张静止的噪声图是不够的，我们需要让它动起来。我们使用 FE Offset 机缘来移动它，并用 Animate 标签来驱动动画。这里的 in vertical noise 表示我们的输入是上一步生成的噪声图。Attribute name dy 表示动画改变的是垂直方向的偏移量。Values 369到0和 Duration 4秒表示在4秒内将噪声图从369的偏移位置移动到0的位置，形成一个向上滚动的动画。Repeat count indefinite 表示这个动画是无限重复的。但是只用一个动画，每次循环时都会有非常明显的跳跃。为了创造无缝滚动的效果，我们需要创建第二个动画，并将它们叠加起来。注意，这里我们新建了一个跟刚才几乎一样的动画，但它的移动范围是从0到负的369。你可能好奇369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它约等于我们卡片当前高度乘以 1.4， 也就是我们之前在 filter 上设置的 height 140%。这个值确保了动画范围正好覆盖整个滤镜效果区域。现在我们有了2个从不同位置向上移动的动画，接着使用 FE Composite 机缘将它们叠加起来。in 和 in2 分别指定刚才生成的2个动画为输入。Operator over 的效果就像将2张半透明胶片叠放在一起。在任何时刻，这2张移动的噪声图总能恰好填满整个滤镜区域，从而完美地隐藏了动画的接缝，实现了无缝滚动效果。同理，我们使用完全一样的方式生成水平方向的无缝滚动动画。这里我直接把完整的代码贴进来。注意，这次我们用了一个新的 seed 值来生成不同的噪声图，并且动画作用于 dx 属性，也就是水平方向的偏移量。这里的590同样是元素宽度乘以 140% 得到的。现在我们就获得了一个水平方向无缝滚动的噪声图动画。现在垂直方向和水平方向的动画是各自独立的，我们还需要将它们混合起来，创造更复杂的效果。这里我们用 FE Blend 将它们混合。这里的 in 和 in2 就是之前生成的垂直方向和水平方向滚动的动画。我们使用 Color Dodge 作为混合模式。如果你熟悉 Photoshop 中的混合模式，那么它们是完全相同的概念。简单来说，这个模式会根据上层的像素亮度来提高下层对应位置的亮度，产生高亮来模拟能量或灼烧的效果。可以看到，现在2个滚动效果已经混合起来了。最后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通过 FE Displacement Map 使用我们刚刚混合的噪声动画来扭曲原始图形。Source Graphic 指定了要被扭曲的原始图像，也就是我们的 After 元素的边框。Final Blended Noise 指定了用来置换像素的位移图，也就是我们上一步生成的最终噪音动画。Scale 控制扭曲的强度，值越大，电流跳动越剧烈。X Channel Selector 和 Y Channel Selector 是实现自然效果的关键。它们分别指定使用位移图的哪个颜色通道的值来决定水平和垂直方向的位移量。我们让 X 轴位移参考红色通道， Y 轴位移参考蓝色通道。因为噪声图各个颜色通道的值是随机且不完全相同的，这使得 X 和 Y 方向的扭曲变得不同步，产生了自然混乱的电火花效果。现在电流效果已经出现了，不过位置看上去有点偏。我们回到 CSS， 通过一个 Food Margin 来微调它的位置，让它正好在原始边框上跳动，效果基本实现。但我们遇到一个新问题，现在无法选中文本的内容，这是因为 After 元素作为一个独立的层覆盖了内容，拦截了鼠标事件。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引入一个重要的前端设计思想——分层。我们将负责视觉表现的装饰层与负责内容展示和交互的内容层彻底分开。回到 HTML， 在 Card 元素内添加一个新的 div 作为我们的主视觉层。现在重构 CSS， 我们将原来 Card 上的 Border 样式以及 After 元素的全部样式全部转移到这个新的类上。同时，我们需要为所有视觉层设置基础规则。
这里我们添加了 Pointer Events None， 它告诉浏览器这个元素对指针事件隐形，用户的点击会直接穿透它，作用于它下方的元素。这时我们能够自由地叠加装饰层，而不用担心会影响内容交互。现在我们已经可以正常选中文字内容了。让我们继续添加更多的视觉效果来增强质感。我们先添加2层辉光效果，它们本质上也是边框，但通过 Filter Blur 进行模糊处理，模拟霓虹灯的发光效果。再添加2个叠加层，通过负30度的线性渐变，添加对角线2个角的高光效果，增加卡片的质感。最后再添加一个范围最大、最模糊的背景辉光层，为整个卡片提供一个柔和的环境光。我们的效果看起来很棒，但还存在一个隐藏的问题。SVG 滤镜动画中的 values 是写死的，当卡片的尺寸发生变化时，这些固定值将不再正确，可能导致动画出现中断。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让动画参数动态地适应元素尺寸。首先回到 HTML， 为需要被 JS 控制的4个 Animate 标签添加 ID。在 Body 结束标签前添加 JavaScript 的代码，确保代码执行时页面已加载完毕。这里我们使用 Resize Observer API， 它可以高效地监听 Card 元素尺寸的变化。在页面第一次加载以及元素尺寸变化时，我们调用 Update Animation Values 函数。在函数内部，我们首先获取 Card 元素，然后使用 getBounding Client Rect 得到它的精确宽高。Size Factor 对应 Filter 标签的 140% 尺寸。Pixel per second 用来根据距离计算一个动态的、速度恒定的动画时长。最后，我们计算出垂直和水平方向的动画距离，并通过 Set Attribute 方法将新的 Values 和 Duration 应用到对应的 Animate 元素上。这里更新了垂直方向的 Values 和 Duration， 水平方向的更新代码也是类似的。至此，我们已经完整地实现了一个效果惊艳、结构清晰，并且能够动态适应元素大小的电流边框特效。希望这期视频对你有所启发。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请不要忘记点赞和关注。感谢观看，我们下期再见。